创伤经历会对一个人的心理和应对机制产生深远的影响。虽然有些人可能表现出肉眼可见的痛苦迹象，或寻求他人的支持，还有些人可能会发展出高度独立的态度作为对创伤的应对方式。心理学家艾米·马歇尔博士解释道，这种过度独立是一种应对机制，来自于保护自己免受进一步痛苦和脆弱的需要。虽然独立通常被视为一种积极的特质，但过度独立会导致孤立和情感脱离，阻碍康复过程。这支影片就来说说我们如何发现我们的过度独立是否实际上是一种创伤反应。不愿寻求帮助。按照咨询师乔安妮·弗雷德里克博士的说法，创伤经历可能导致人们认为依赖他人会使自己更容易遭受进一步的痛苦和失望，这往往导致人们极不愿意寻求帮助。如果是有超强的独立性的小伙伴，可能会疏远他人，避免寻求帮助，因为相信自己可以处理自己的所有事情。然而，这种过度自力更生的倾向加剧了孤立感，加剧了创伤的情绪负担。拒绝接受帮助与前面一点类似。艾米·马歇尔博士说，即使提供了真正的帮助或支持，高度独立的人通常也很难接受，他们可能会感到不舒服，甚至不应该得到帮助，因为他们的创伤反应使他们相信接受帮助等同于软弱。极度独立的人往往觉得自己需要自力更生到一个极端的程度，并可能会不遗余力地证明自己在无需帮助的情况下就能应对任何挑战，即使这意味着忽视自己的幸福。但这些行为很快就会导致孑然一身、精疲力竭和情绪疲惫，难以表达脆弱。有没有小伙伴觉得向别人分享自己的感受和敞开心扉很困难？表现和表达情感上的脆弱会让自己感到软弱和不舒服吗？临床医生特瑞什·卡哈维塔博士解释说，高度独立的人往往会在自己的情感周围筑起一道防护屏障，这可能是由于过去被抛弃、信任破裂或背叛的经历造成的。这些消极的经历使他们害怕敞开心扉，让自己变得脆弱，只会导致评判和拒绝，而他们最好还是压抑自己的情绪。情感上的自我忽视，另一个表明一个人正在与过度独立做斗争的显而易见的迹象是，如果过于专注于保持强大和自给自足，就会导致忽视自己的情感需求。按照马歇尔博士的说法，这通常就是为什么极度独立的人受困于长期压力和精疲力竭的原因，因为他们倾向于淡化自己的情感需求，而是倾向于优先考虑任务、成就或帮助他人。这种行为的例子包括不寻求情感支持、避免谈论自己的感受、拒绝承认自己的痛苦和挣扎，把感情深藏在内心，导致情感麻木和脱节，对亲密的恐惧、不安全的依恋。心理学家安妮·塔纳苏甘博士说，过度独立也可能表现为对亲密关系和深层情感联系的恐惧。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需要示弱和信任，而这对经历过创伤的人来说可能是令人生畏的。与人保持情感距离或许会让自己感觉更好，这样可以让自己远离潜在的痛苦，但这种警惕阻碍了我们与他人建立有意义的联系的能力，并强化了我们完全依赖自己来获得支持和认可的需求。持续的控制需求。按照马歇尔博士的说法，如果学会了通过高度独立来处理自己的创伤，可能不喜欢需要别人，也不喜欢别人需要自己，坚信我们唯一可以完全信任和依赖的人是我们自己，并期望别人也有同样的感觉，结果就是会表现出对自己生活强烈控制的需求。这种需求源于对不可预测性和脆弱性的恐惧，想自己做所有的选择，很难接受别人的意见，不敢委派任务，也不敢很好的合作，因为害怕失败或失望。如果大家喜欢这支影片，我们还有一支影片是关于创伤性遗忘、创伤反应的5个迹象。认识到过度独立的迹象是摆脱束缚的第一步，向受过创伤训练的专业人士寻求帮助，有助于走向自我关怀和更健康的人际关系。记住，
从创伤中疗愈是一个充满勇气且具有深远改变的过程，没有人应该独自经历。脆弱不是一种弱点，而是人类在面对生活挑战时的力量和韧性的证明。所以问问自己如何接受脆弱，并寻求他人的支持，才能让自己从创伤中痊愈并成长。